又是一个赶在第一班捷运要出去玩的节奏。不同的是，这次不是赶高铁，而是赶8点的飞机。是的，这次太想到处玩，终于要出国玩啦。6点的小港机场，居然也是挤得水泄不通。难怪现在常说，在台湾玩不如出国玩。真的是好久没出国玩了，距离上次出国居然也6年了。那在老婆大人的朋友安排之下，这次的日本行是4个家庭，10个人的大型自由行，而天数更是高达6天5夜，一次玩完成田、台场、横滨、镰仓、江之岛5个地点，可谓是一次满足这几年没出国的空缺。这次的去程飞机是选择联航的亚洲航空，最近也是广告打得很大。不过我觉得去程选联航刚刚好，行李不用加买太多，上飞机前吃饱，下飞机后也马上要用餐了，所以对飞机餐的选择就比较没那么要求。那由于是6天5夜，所以这次旅行会分为3集。本集介绍的重点主要是成田山表参道跟台场，后面2集会是横滨、镰仓还有江之岛。那也请喜欢这系列的观众多加支持。有点可惜，日本的天气不太好，这次没看到富士山。现在来日本海关，如果运气好，半个小时就出关了；如果运气不好，等到2小时都有可能。还好这次运气还不错，那接下来就是要去搭地铁了。老样子，一来就是先来储值西瓜卡。你出3000吗？这趟旅行一个人储3000日币，也足够应付这几天的行程。另外还有购买成田特快套票5000日币，来因应最后1天的返程。日本也是推出电扶梯，要站好站满的政策啊。每次来坐地铁都很怕坐错方向，尤其是这次那么大的阵仗。这次我们的第一站就是成田，离机场非常的近。因为下飞机出海关后，也是下午约2点半左右了，所以就安排这个最方便用餐跟住宿的车站，而且有人轻松玩4个小时的景点。我们这次选的饭店都离车站非常的近，像这间就在车站后方而已，周遭就有大型超市跟麦当劳之类的用餐餐厅。饭店大厅还不错，如果真的找不到用餐地点，饭店本身也有餐厅可以用餐。终于有时间来用个网路了。说到网路，一下飞机可以先使用日本机场的 WiFi， 其实也蛮快跟蛮稳的，也不用另外收费。尤其是现在入境可以扫 QR 码，就可以先用 WiFi 把资料调出来，马上使用了。那说到日本饭店房间的开箱，大概都是这类型的房型，基本上就不太多做介绍了。以这样房型的大小，就算是很不错了。不过说到日本的卫浴，住了那么多间饭店，总感觉他们的卫浴设备是不是都是独立做的啊？跟房间完全不搭。那放完行李后，就准备到成田山表参道来逛逛，途中会经过几间小吃店，那觉得还不错的会另外介绍。那这间章鱼烧就还不错，一出车站就能看到这间，价格也算 OK。口感跟台湾的完全不一样，超软，感觉就跟麻薯一样，而且超烫。美乃滋大。那从车站大概步行5分钟就到成田山表参道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条比较冷门一点，当天的人潮不多。经朋友介绍后才知道，这条过年超级热门，那对一般外国游客吸引力就没那么大。其实这条表参道也蛮好逛，大部分的伴手礼都有。如果是回程台湾的时候，有半天的时间，例如是下午7点的飞机，就可以来这里逛逛。离机场只有短短15分钟车程而已，算是最近的观光景点之一了。那沿途自然是也少不了一些点心铺了，这间红豆饼店也不错，有经过可以来试试。不过这红豆饼就能明显感觉到价格的差异了，像这样一颗换算成台币就要40元了。买个1颗来吃吃还不错，红豆味道也很足够。走到后面
卖最多的反而是鳗鱼饭，但顾虑到小朋友的口味，所以这次就没去吃了。沿途可见的12生肖石像，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来拍照收集。这间鲜贝店也不错，给小朋友吃刚刚好，口味也蛮多种可以选。比较特别的是，鲜贝是用竹签串起来咬的。那从入口到参拜的寺庙有将近1公里的路程，路况是还可以，但离车辆是蛮近的。外门的气势相当的宏伟，可惜现在在整修就是了。那终于来到这成田山新胜寺了，创建于平安时代天庆3年，供奉主神为不动明王。目前有些地方正在施工整修中，但整体不影响民众参拜。据说本堂中燃烧的火焰，自开山以来超过1000年从未熄灭。寺院中包含仁王门、三重塔、自家堂等等，都被列入日本重要文化财。那进个手后，等等准备来好好的参访。挂着大灯笼的是新胜寺仁王门，也有188年历史。穿过之后则是通往本堂的阶梯，只不过仁王门两侧目前都在整修中就是了。走到哪里都会有的许愿池。爸爸许愿就是今年订阅破1万，要泡汤了。那一上阶梯后，会发现里面真的超大，也难怪能成为日本过年期间参拜人数最多的寺庙。连假3天就能超过300万人次。虽然统称是成田山，但里面的寺庙御守跟会马是对应不同的运势跟需求。这边也请各位观众自行选择了。门口的焚香据说有祈福的作用，经过时可别忘了多吸几口。据说过年时会敲响108次钟声，来消除108道烦恼。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会马，以及因不同情况的御守。这里的一砖一瓦也是由各地民众商家所奉献的，感觉是挺特别的，有些甚至是从昭汉年代就有了。这里的光明堂是供奉爱兰明王，但令我觉得特别的是，上面的匾额是挂鱼市场。有了解的观众也请帮忙解惑一下。原来活到120岁还能被称为大还者，不知道目前有几位已经达成这个成就啊？那接下来就是这趟的终点处平和大塔，但由于有带小朋友，要考虑回程时间，所以这次就没进去参访了。如果各位观众有兴趣的话，一定不能错过这个高达58公尺的建筑艺术。那走回车站的时候，天色也已经暗了。那就找间符合家庭客需求的餐厅来吃晚餐吧。考量高达10个人的需求，首选当然就是这间萨莉亚。这间餐厅非常的方便，就在车站的对面而已，离饭店步行也不到5分钟。但由于40个人，所以候位的时候还是要等一下。入座后，因为人数太多，也是被分成3桌。那选择这间最大的优点就是菜色超多。尤其是针对我们带的这群5、6岁的小朋友，真的是随便点、随便饱又便宜。说真的，我个人会评它为自由行首选的餐厅。不过相对的价格便宜，分量也比较少一点就是了。再来杯有哈味的哈密瓜汽水吧。那讲讲这次成田山表参道的感想。运气还不错，没遇到下雨，人潮也不是很多，逛得蛮舒适的，也推荐给各位观众参考。那吃完就要去逛个超市，就回饭店休息了。隔天一出饭店，结果是下雨的天气，但不幸的大幸是，今天安排去台场玩都是室内的行程。这饭店有提供机场的接驳车，那就先坐回机场。从饭店到机场约15分钟而已。那今天的行程主要是先到新桥，然后转车到竹枝。实在是不能小看日本的天气，都4月了，一堆地方还是9度，加上下雨，真的超冷。
那这边就是准备搭乘 JR 线前往东京车站了。在印象中，我还是第一次搭乘 JR 线的车班。这月台门看起来是蛮简易的设施，但看总感觉安全性还是有点不够。正当我觉得它会怎么收的时候，它就往上了，真的是有点微妙的感觉。朋友说，外国客买观光车票有优惠，而且对号座不会挤，所以建议我们这种有很多家庭跟小孩的，坐这个会比较舒适一点。那来到这东京车站，真的都是人挤人，一刻都不能放松。幸好我们都是避开上班人潮才出来搭车，要不然看到电视画面那种需要站务员帮忙挤上车，真的是会受不了。接下来就搭乘2站到新桥站，准备转车到竹枝。这边就需要先出站，改搭另外一条铁路百合海鸥线。这条线主要是通往台场与丰州的铁道。今天会先到竹枝先办理入住，放完行李后，再前往台场一次逛3间百货，好好的逛个够。那一样的安排，一出站马上就到入住饭店了。饭店大厅还不错，这次入住的是高楼层海景房，这也是这次住宿价格最高的饭店，约台币3000元。虽然影片感觉不出来，但外面温度才9度而已，冷到受不了，赶快来一杯热咖啡驱寒吧。住这间饭店的好处就是楼下直接一间超商，附近还有一间 Sukiya 可以当宵夜，说不上方便，但从台场回来也很晚了，附近逛个码头，看个夜景也就差不多了吧。那放完行李，准备完入住的手续后，就来搭车。这边强烈建议有带小朋友的话，一定要来第1节车厢的位置来等车。主要是这条铁道车班采无人驾驶，全自动模式。第1排的车头有像是驾驶室的座位，可以让小朋友体验当列车长的感觉。另外在第1排，视野景观也是超棒的，强烈建议有机会的话，一定要让小朋友试试。我们是到台场海滨公园就先下车，这边虽然有导览员，但功能不是很大。从这里到台场一共包含了3间超大型百货，从这里逛到台场或坐到台场再逛回来都可以，看逛哪个百货为主。那我们第1站是先跨过头尾2间百货，来到了 Aqua City， 准备先吃午餐。那就是来这间平城苑烧肉店来品尝。由于这时段还能有商业午餐的价格优惠，大概400台币就能享用1道个人的烧肉套餐。老婆是觉得 CP 值相当的高，算是蛮推荐的店家。整体的价格约在2000日币左右。这样就是1套个人的烧肉套餐。分量虽然不多，但我个人是觉得还算满意的。那剩用餐的时候，来讲讲台场怎么逛。基本的行程是从大 X 购物中心开始，乐高乐园、台场一丁目商店街、章鱼烧博物馆，然后就是到 Aqua City 这里逛街，最后就是到 Diver City 看超巨大独角兽钢弹，或是看自由女神夜景，来结束台场1日游的行程。那我们是先到这里吃午餐，等等也会从这里开始先逛。各位观众也可以自行调整逛街的时间。我个人是觉得都差不多啦，唯一会让我有兴趣买就是大创而已。等等影片后面会提到，来了日本也要专程来买。那留一点时间来讲讲这烧肉套餐好了，真的是好吃，百货公司卖这个价格真的也不贵，肉的品质也不错，再上去到和牛的等级，也只不过是台币460元而已，算可以推荐的餐厅。吃完就开始到处走走吧。虽然自己不太逛，但总是要带小朋友来逛这里。种类虽然不多，但让小朋友逛得很开心。转蛋也不贵，可以小玩一下。这边还有拉面国际厂的专用楼层。如果是对烧肉套餐没兴趣的观众，也可以到这里来逛逛。
真的不得不说，日本拉面的花样真的很多。不过这里拉面的价格就没那么平价了。走到顶层，有室内观景台，还有一座台场神社。在这里摆一座神社，是也挺特别的。不过当天超冷又下雨，快速看过一圈，就回室内观景台了。这室内观景台的景观真的很好，如果天气好一点的晚上，是有百万夜景的价值。可惜今天天公不作美就是了。另一边的自由女神像，也就这样远远的观赏而已。一楼这边还有水陆两用车的观光行程，价格是有点高，但这水陆两用车的行程，在这里也是相当特别的体验。如果对逛街没兴趣的观众，也可以把这个活动排进行程。那它的售票服务在百货公司1楼里面，随处都可见的樱花美景，旁边就是富士电视台。持续下雨中，还好这些百货都离蛮近的。接下来就是到 Dex 购物中心。那不多说，我就直奔到大创这个楼层来了。真的不夸张，我找这个东西在高雄找了2年。高雄每一间大创，我几乎都去问过还有没有存货，就连日本这家也只剩这唯一的一组挂钩。总算是让我买到了，有挂板但是没挂钩，真的是一件非常令人烦躁的事。那稍微瞄了一眼老婆的购物清单，怎么一瞬间就多出50几样商品了？那逛的差不多了，也该到另一边的百货来逛逛了。通过空中走道，我们来到了 Seaside Mall。这边主要的就2个点为主，台场一丁目商店街跟章鱼烧博物馆。最近还有一个东京幻视艺术迷宫馆，但这个则要另外收费。那这3个地点都在这同一层楼中。我们是先到章鱼烧博物馆来吃个点心，这边真的是人潮爆满，一位难求。这里总共设有5家不同的章鱼烧店，天王是阿贝野章鱼烧、玉烧，道顿窟赤鬼、章鱼烧创始店大阪玉出会金屋，以及章鱼家道顿窟，每家都有不同的手法跟特色。至于要怎么选呢？我是选最少人排队的为优先。我可不想吃个章鱼烧，还要排队排个半小时。那看来看去就这家好了，价格也还算可以，就不特别再上网去查评价。如果各位观众有推荐的，也请在留言区分享。日本章鱼烧口味真的是太多种了，还是下次有机会再来，我拍个全系列的影片。这家的柴鱼片真的超多，多到已经看不到章鱼烧了，烤的比较有 Q 感，比较像台湾人的口味。章鱼会也感觉得到诚意，是个可以推荐的店家。最后台场一丁目商店街视野不错，但如果是要挖宝，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日语基础，算是比较复古型的商店街。那迷宫馆没去就不多做介绍了。那终于逛到最后一站，东京台场购物广场 Diversity， 门口就有小叮当的小舞台秀跟公仔展示，也刚好离舞台秀表演的时间不远。等等会特别来录制一段影片。是不是少了2个人物，季安跟小夫？难不成是被排挤了吗？结果表演不是小叮当的角色，既然都拍了，就加减看一下吧。我也是哆啦 A 梦。门口一走进来就是专属商品贩卖店，不过我家小朋友对这个不太感兴趣，所以这里就简单带过了。至于这三丽鸥家族的商店，他就很有兴趣了，那就来店里逛逛吧。首先就请各位来猜猜看，这些屁股对应的角色是谁呢？注释的背面就有这些角色的头像，请问各位猜到几个三丽鸥家族的明星成员呢？这个爆米花机非常好玩，口味有咸的跟甜的，价格也很便宜。
非常推荐给小朋友玩玩看。相当可爱的爆米花纸袋，味道也挺不错的。拿下去。逛一逛，肚子又饿了，来美食街找个简单的晚餐吃吧。这边的美食街其实价格比想象中的还便宜，种类也蛮多样的。如果只要单纯垫个肚子，点这样也就够了。不过这些餐点看起来真的很素就是了，那餐点味道是也还过得去。吃完就继续往楼上逛钢弹展，但由于太晚来了，连整理券都没有，只能远远的看。幸好楼下还有超大型钢弹可以拍照。这独角兽钢弹到了表演时间还会有特别的动作，这边就留给各位观众自行来体验了。时间越来越晚了，也该是回饭店休息。Diver City 离台场比较近，就从这里回去吧。从上午进饭店后，一直到晚上9点才回饭店。今天真的是走得有够累了。这房间真的是有够小，这还是我在日本住过最小的房间。不过今天整整一天都在外面，这房间再大也没用。等等睡一下，天亮就要离开了。不过还是第一次看到放张双人床就满的房间，连浴缸也没有，真的是完全极简化了。不过既然标榜海景房，那等等来看看是不是值得。真的是非常抱歉，录影器材完全拍不出这夜景的美。这景观真的是超棒，下面船桅的造型超搭这个景色。那有这个景色，再累也要下来走走逛逛。在这之前，先来个宵夜场吧。我频道有拍一部高雄第一家 Sukiya 开幕的影片，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来看看。那就来比较一下有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吧。点餐是用平板点餐，也有中文选项。感谢您的点餐。真的再不行也可以请店员服务，吃完再结账。这份量真的不算多，我是点比重完再上一个等级。虽然日币是贬值的，但在台湾卖的居然比日本还便宜耶，着实让我吓了一跳。那吃饱有力气了，就到外面走走吧。幸好这时间已经没下雨了，要不然还是有点冷。在这中央广场建立起一座高高的桅杆，夜晚里还会打灯聚焦，非常的漂亮，甚至是这一区最显眼的地标之一。那这个竹子客船航运中心，可是肩负起这边一带的航运渡轮，不只是单单的造景建筑而已。从伊豆群岛、小笠原群岛等等的旅客，都是从这里搭船。所以甚至已经是这个时间点了，这边的旅客依然络绎不绝。欣赏完夜景，这边的白天景观也很棒，渡轮也是一台接一台的开。经过一夜的好眠，接下来要准备离开台场，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横滨。那吃完这短暂的早餐时间，也要来整理行李了。接下来要步行一段距离前往帮松町坐 JR 线。延续上集的行程，我们离开了台场，准备搭 JR 线前往下一个行程横滨。其实严格来讲，我们这次日本行，主要都是沿 JR 线的路线来规划。这6天的行程从东京站开始，到大船站作为结尾。只是到了横滨，还是要再另外转车到饭店。主要的观光地点就在日本大通一泽站，但就是在另外一条铁道支线上。这条支线有分站暂停跟部分暂停，结果坐上去后才发现我们要去的站没有停。幸好有及时发现，所以就提早下车，等下一班有到日本大通一的车。其实站与站之间的距离也不会很远。散步是也能到，但拖大包小包的行李就算了。那我们住的饭店就在地铁站出口就到了，非常的方便。那先办完入住手续，放完行李后，就立即出发到港边去玩。饭店到红砖仓库的步行时间约7分钟而已。
也真的万幸，这天的天气非常完美。我们住的饭店刚好在整个观光景点的中心点，所以去哪边都方便，但没特别绕进去象之鼻公园逛逛。所以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在象之鼻公园稍作停留。那来到了横滨的第一站，我们首先前往了红尊仓库。其实来到了这里，每个景点距离都很近，每个景点与景点的步行时间也有5分钟而已。这次来到红尊仓库，整体腹地真的很大，光是要绕完外围一圈，可能都要走1小时。也刚好巧遇这里有举办花展活动，那就一路散步走去港边，来吹吹海风，看看邮轮。这边真的很方便，甚至也有坐回台湾的邮轮。如果可以安排长一点的假期，也能规划在东京玩3天，再搭4天3夜的邮轮回台湾，这种超舒适的度假。那红尊仓库建于明治末期至大正初期的历史建筑，现今内部已成为餐厅与文创市集，外观依旧保持典雅的砖造外形，一来可以遥望海景，二来也成为新的观光景点。那2楼还有一个幸福之钟的艺术装置，那就来应个景，来敲响这幸福之钟吧。我怎么感觉像是来救火的？那逛完红尊仓库，马上前往下一个地点。那在之前，先来百货公司吃个午餐吧。其实这间百货公司挺方便的，刚好在红尊仓库、游乐园、杯面博物馆的交界点。不管在哪个景点玩累了，或者需要吃点东西，走路过来都不用5分钟。那朋友也特地安排了这间吃到饱的美食餐厅。这间餐厅的特别之处就是炸物 DIY， 而且是要自己裹粉、自己炸的自助模式。我还是第一次尝试这种用餐方式，炸物种类也蛮多的，算是还不错的用餐体验。那碍于这里不方便拍摄的情况下，等吃完就要准备前往杯面博物馆了。这次的横滨一日游，主要就是以杯面博物馆为主题。毕竟带小朋友来，总是要让他有一点不一样的回忆。游乐园的设施对他来讲还是太刺激了。那如果是亲子同行的话，这里有室内游乐场跟杯面 DIY， 非常适合小朋友来玩。那这边非常建议，一定要早一点来拿 DIY 预约券，最好是一到这边就先过来买门票跟拿预约券。我们当天约12点过来时，已经排到下午5点的 DIY 了。其实这边应该是要叫安藤百福发明纪念馆，只不过现在都被简称为杯面博物馆了。这边也收集世界各地的杯面种类，那其中当然有台湾之光统一肉燥面了。也可以看看世界各地的杯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。那现场除了杯面 DIY 以外，还有更进阶的拉面 DIY， 但是听说这个活动一次要2个多小时，所以就 pass 了。那准备开始整个 DIY 杯面的流程，按照预约券的时间来排队，会先来到购买泡面杯的贩卖机，看你几个人要 DIY 就买几杯。由于只有小孩子要玩而已，所以我们只买1个。第2个步骤就是手部消毒，这边最好连没玩的人也消毒一下。后面还会有需要协助小朋友的地方。第3个步骤是说明杯面哪些部分可以画图，并让自己写上生产日期，以免变成过期食品。第4个步骤就是开始在杯面上涂鸦，另外也会说明杯面的食材成分等等。这个环节也是最耗时间的地方，小朋友的创作力一发不可收拾啊！这是我2个小，然后这是他的好朋友兔子。
是摩天轮。然后呢？好，有房子，好有人，树木，好，很棒啊！那你买一间。泡完杯面后，又是另一波排队人潮了。那这边就正式开始杯面的 DIY。首先，将画好的杯面拿给服务人员，然后会使用半自动装置将面装进杯面里，确保制作过程没有污染。接下来就是到选择食材跟汤头的部分。这边我还烦恼个老半天，怕有选到猪肉食材，变成一碗20万台币的泡面，所以就干脆帮小朋友全部选海鲜口味，以免回台湾被海关拦下来。再来就是将杯面用保鲜膜封装起来，整个 DIY 流程加排队时间大概1个半小时。如果有要来玩的观众，记得要拿捏一下时间。那这样一杯独一无二，属于你的杯面就完成了。那官方也很贴心，用一个充气袋，让杯面在带回家的时候不会被挤压到。气筒这样打气，这样子拉。大家把你的包包过来吧。那杯面博物馆的行程就到此结束。整个活动完也已经是下午5、6点，那就准备来吃晚餐了。这次的餐厅离观光景点有一段距离，是一间非常有日式风格猪排饭的店家。由于这家比较冷门，菜单没有中文菜单，还是靠朋友翻译下，最后点了一份基本的猪排饭。那一样怕沟通不良的情况下，就不多做拍摄了。餐点的口味就不多做介绍了，算是很道地的猪排饭吧。你就吃，可以吃，这就吃。走了一天，终于回到饭店来稍作休息了。这间饭店几乎都是接待外国游客居多，入住的时候大厅全部都是欧美人士，所以感觉房型真的有比较大一点，没有那种寸土寸金的感觉。有些空间也是给的很大方，价格也还不错，但入住时发生一些小插曲，导致入住时的感受有点不佳，算是入住这间饭店的小遗憾。除此之外，地点跟装潢都是非常不错的。如果有要回访横滨，这间还是会纳入选择之一。接下来就是继续前往下一个行程——横滨中华街。都还没吃到，放什么音乐？虽然知道日本商家休息得早，但早到8点就已经关门了一半店家，是在吃小笼包呢，真的是令人意想不到。在台湾生活久了，总会以为店家都会开得很晚。对啊，尤其是像这种宵夜场式的夜市感觉，那也只能到处逛逛，看个眼福了。本来想说还有留点肚子来吃个中华料理的，没想到这边卖的最多是小笼包，也难怪一堆日本游客到台湾都要指明吃某家的小笼包。其实这家包子店算是慕名而来，但想不到也已经关门休息了。那没办法了，只好留影来记录一下，存到此一游。这离饭店也不远，走路约10分钟而已。不想走的话，饭店正下方也有地铁可以直达这站，算是很方便的地方。那逛完中华街就回来饭店了，很可惜这间饭店楼层不够高，顶楼也看不到夜景。那一夜好眠后，隔天一早就先到附近找早餐店。是的，我觉得日本什么都好，就是早餐店这块很少。如果饭店没有供应早餐，有时候甚至是要前一天在超市买好面包当早餐。就算是这边的早餐也是仪式感满满，不像台湾早餐可以1块蛋饼加大冰奶就解决了。那趁吃早餐时来聊聊横滨这里，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玩跟好逛。
甚至可以把行程拉到2天1夜。光是一个杯面博物馆跟红砖仓库就可以玩1整天。如果再细玩游乐园跟缆车，还有中华街，真的是玩2天也不够。再加上可以排上渡轮的行程，让这里更多样化了。只是这边离机场已经有一段距离了，对，已经开了。要串起其他地方的旅游行程才会顺一点。像是我们接下来要前往的镰仓跟江之岛的行程。那回饭店准备拉行李，前往 JR 线地铁站。本来是可以再搭地铁回去横滨坐 JR 线，但饭店走到 JR 关内站也才约1公里而已，所以就经由横滨棒球场的路线走过去。不得不说，日本公园都会种很多樱花来应景，就算是随处可见的公园，都能看到樱花盛开的美景。许多在地民众也会趁花开时来赏花。那到了关内站，就是要直达这次最终站大船站，然后最后2天的行程，分别就是镰仓跟江之岛。这2个地方都还是要再从大船站转车出去，不过基本上入住是在大船站这边为主。不得不说，这条铁道线真的很方便，真的就这样一路玩到底了。之后要回程也能直接坐回机场，不用再转车。延续上一集的行程，今天落脚的地方是在大船。这个地方对我来讲实在是很陌生，但后来才知道这地方根本是许多景点的转运站，非常方便。去镰仓、去江之岛，甚至回成田机场，都是可以在这一站直达，不用再转车。那入住的饭店自然就是选在大船这里了。不过这边真的只能说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短短不到1公里的范围里，基本上在日本该逛的店家，这里都有，非常的热闹，还能一次把要采买的东西补齐。在出发前往镰仓前，那就先来把肚子填饱吧。说真的，这种店家普遍座位都不多，一次要安排9个人的位置，是有点为难就是了。由于这里还不算是观光景点区，餐点都还蛮平价的，种类也蛮多，所以看哪间店有比较多的空位就选哪间。就算天气9度，也要喝冰水。老样子，点碗拉面配个白饭，不过分量就这样子而已，实在是很难吃饱。不过也没关系，单纯垫个肚子而已。日本的拉面真的分太多系别了，但通常特色就是够咸，口味够重，也难怪都需要冰水来漱口。那享用完午餐后，就要坐车前往镰仓了。从大船到镰仓就是那么近，真的是很方便。不过这边很可惜，镰仓大佛跟鹤冈八幡宫是不同方向。这次主要是去八幡宫赏樱，所以下次再看有没有机会过来，把另一边的景点也补齐。对啊，这边一出镰仓车站就超级热闹，直接就是一条人潮满满的商店街，也是许多观光旅行团必来的景点之一。那赏樱的步道在另外一边，可别搞混了。等等会绕过去那条路上，这边就是等回程的时候再慢慢逛回车站。这样的动线会比较顺一点，给各位观众参考看看。接下来就正式前往八幡宫参拜了。虽然天气有点阴暗，但好在没下雨，只是可惜没有蓝天搭配樱花的美而已。在宏伟的红色鸟居后面，这条布满樱花的道路就是洛宫大道。这条洛宫大道背后还有一个奇特的历史，据传是源赖朝宫仿照京都的朱雀大路所建造，也是为了祈祷妻子北条政子的安产，而特别打造而成的一条大道。以参道与女人的产道的日文谐音，因而将其这条洛宫大道截弯取直，来为孕妇祈求平安顺产。这如果是在台湾，应该会变成孕妇必来之处吧。
有点可惜，这大道的樱花没有完全绽放。那走着走着，也即将到达八幡宫。这边在穿过一个鸟居之后，便能看到中间的太武桥。这一座短短的约10公尺长的桥，可不是开放给一般民众行走的，这可是给神明走的桥。一般人就只能从两旁的小桥通过才行。左右两边的池子也各有特色，一边叫做元氏池，一边叫做平氏池。如果是对日本历史有兴趣的观众，一定有听过这两大家族的声名。等等，后面有机会再来介绍一下这个故事。那我这边是往其上辩才天社的方向走，也就是入口处的右手边。这也是镰仓七福神之一。不过这跟我们听到钱越洗越多的财神是不同地方的。那个是钱洗辩才天与贺福神社。离八幡宫这里步行也要一段时间，碍于行程的缘故，就没有特别前往了。这边的另一处有一个收费式的庭园景观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参考看看。不过单以这里来讲，两边的樱花就已经够当完美照了，所以这里用来摆拍也是非常合适，算是前往本店前可以顺路逛一下的地方。走向本店前会经过武殿这段路，就连这里也曾有一段悲凄的爱情故事。只能说镰仓这文化古都，处处是古迹，句句皆历史了。自己走，人家走，小心哦。经过一段阶梯后，终于抵达神殿本宫。由于宫内明文禁止拍照录影，所以只能在宫外拍摄而已。那从这里还能往下眺望刚刚经过的洛宫大道，将整个镰仓之美尽收眼底。这边供奉应神天皇、比卖神、神宫皇后，三座一体合称八幡神，也是镰仓武士的守护神。如果有看过日本古装剧，这镰仓的题材根本取之不尽。镰仓幕府源氏平氏的爱恨情仇，以及我在看的某一本漫画，也是以这个题材为主。所以亲身来到现场，体验一下漫画的实境感也是不错。那逛完古都后，就该回归现代来逛逛了。这条小町通就是我们的最佳选择了。基本上就是一路吃回去，当下午茶点心。这家口味还不错，有经过可以尝尝。这间丸子店门口排一堆人，价格也还可以。甜点的种类也非常多样化，那就特别买一串樱花口味给小朋友吃。那店内没有座位区，只能用历史的方式，这有点不太方便就是了。樱花泥巴吗？对。樱花酱啊，樱花泥巴。那这边就是刚刚车站过来的入口处，就已经是非常标准的观光商店街了。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来逛逛，不过就真的是完全是给观光客的商品就是了。那今天的镰仓之行也要告一段落，这次没逛到的地方就留到下次再来吧。这边是真的值得2访甚至3访的观光城市。走了一下午，终于可以回到饭店休息了。这饭店离车站约步行3分钟而已。但因为不是观光景点的缘故，住宿价格也不高，房间大小还算适中。不过位于巷弄之间，靠日本的地图导航有点难找。那既然是在巷弄，窗外自然也就没有景观可言，单纯就是睡觉休息的地方而已。好在日本的电视现在都有内建 YouTube， 不用怕找不到中文节目看。浴室的大小也还可以，没有什么压迫感，算是可以推荐给各位观众的饭店。店名是镰仓大船站东口向铁发山印饭店。那等等就要准备出门吃晚餐跟逛街了。既然中午已经吃过拉面，这次就来吃这个吧。这间有开到晚上10点，当宵夜场也可以。餐点种类也不算少，价格也算平价。这样一客也不过是台币100-200元，算是可以吧。有时候真的觉得日本饮食真的很简单，
这样也是一餐。如果是台湾自助餐便当有主餐的话，副餐没有个炒菜类或酱烧类的配菜，感觉就是少了一味就是了。那吃完就是逛街时间，这边就不多介绍了。隔天该来的雨终究还是来了，不过还好今天的行程是江之岛水族馆，只是虽然是室内行程，但途中还是要从车站步行过去。饭店旁边就有一间麦当劳，那早餐就是这间了。其实来到了日本才知道，麦当劳居然有一间加成，就是晚上的麦当劳会比较贵，真的是我孤陋寡闻到这种程度，现在才知道。那早餐就是选之前在台湾超级热销到买不到的枫糖松饼汉堡，不过现在好像在台湾也买得到就是了。那吃完早餐后，就准备前往江之岛。这边的电车非常的特别，就是这单轨列车，算是这边的特色之一，一定要来搭乘一次看看。这边的路线就是单纯的江之岛与大船为起点跟终点，途中会有一些小站停靠，就没有其他的支线了。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列车各车厢都是独立的，没有连结。那这边的单轨就真的是单轨，来回的轨道是共用一条，所以行驶时间都要算得刚刚好，才不会互相卡到。那由于是高架式的列车，所以景观非常好，只是我们遇到下雨，窗外景色就稍逊了一点。虽然这单轨列车感觉挺方便的，但在日本好像只有这里跟冲绳有而已，也没有普及化，是什么原因呢？一出车站后，就是这个江之岛电铁车站。顺带一提，这车站跟高雄捷运有观光合作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到高雄红线凯旋站来看看。另外，这栏杆的小鸟布偶，听说每天会有人帮忙换不同的服装，相当的有趣。经过一段风雨交加的路程之后，终于来到了江之岛水族馆。由于今天下雨，这边又靠海，风势相当的强劲。能在日本体验气温只有10度以下的台风感，也很难得了。这次江之岛的主题是深海展，不过一般主打的还是企鹅跟海豚秀。相对于台湾的水族馆来讲，这边情侣约会的比例很高，好像在电视剧也能常看到在水族馆约会的画面。天气真的是不太好，听说这边晴朗时还能看到富士山，海边也会是满满的冲浪人潮。下次选个夏天的季节来体验这里的海滩吧。这里的水族馆并不算大，但是几乎每项设施都有，几乎是打造1:1的海洋生态。只是这边的中文化比较不足，要稍微懂一点日文的人，才能知道解说员的讲解是什么。那现在企鹅也好像是水族馆的标配了。那一般而言，比较不会让企鹅出场表演，顶多就是饲养员的喂食秀而已。说真的，这里的企鹅会跟一般我们想象的有点不同，与其说是企鹅，倒不如说是像企鹅的鸭子。这样近距离的看，是不是很像？不知道各位观众是否也会有同样的想法？那遇到饲养员喂食时间到了，一只企鹅排队等吃的，也是蛮有喜感的。这企鹅区也是最多小朋友停留的地方。那另外一边则是海豹区。说起来惭愧，如果没特别的研究，海豹跟海狮，我还真的是分不出来。后来才知道，如果有小小的外耳壳是海狮，没有外耳壳的就是海豹。其实这样看，还真的是有疗愈感。旁边这个小妹妹也很聪明，居然可以隔着玻璃跟海豹玩起球来。那海豚秀这里就剪辑一些精彩片段，让各位欣赏。水族馆的行程大概安排半天就好了，剩下的时间看要去岛上玩也可以。
但因为天气不佳，所以我们先来吃午餐。朋友也特地挑了这间渔夫料理来品尝，只能说是天公不作美，要不然就可以极近距离欣赏海景，一边享用午餐了。这边菜色要稍微懂日文的人来点，才会比较顺利。很可惜，这道蚊子鱼饭料理很有名，但今天停售了，所以就改点这道图文并茂的渔夫料理。也幸好是中文说明就是了。老实说，吃起来花样真的还蛮多的，还把自己搞得有点手忙脚乱。首先要把海苔丝的工整来包饭就不容易了，还要一边录影一边用，真的是超忙。不过要说味道如何，我个人是觉得可以接受，口味也是蛮特别的。这种方式我还是第一次尝试，只是中间的料吃起来有点生，只能看各位观众对生食料理的接受度到哪里了。最后就是把高汤淋在饭内，变成一碗热腾腾的茶泡饭，真的是一饭3次啊！那由于接下来我们的行程会提早去机场饭店，等吃完也就要回大船去搭直达成田机场的车了。那这样江之岛的行程也要告一段落，真的是有点意犹未尽啊。这边我就跟朋友拆成2团进行了，他们继续住大船，而我们先前往机场入住东恒饭店。由于我们是中午的飞机，所以老婆是希望不要太赶，要不然从大船过来成田机场也要2个小时左右。那晚餐的部分也只能在机场解决了。其实成田机场还真的不用怕找不到吃的，而这边的店家也大多都懂基本的中文沟通，所以也是非常的方便。既然在日本这几天都没吃到寿司，那就找了间回转寿司来解解馋。只能说日本的回转寿司还是相当正统的，台湾的就有一点中西混合过头了，只能说各有各的特色了吧。这边也有中文菜单可以点餐，那现在煎茶的趋势好像是用加粉来泡。说真的，看到这油光闪闪的寿司，食欲就会好了起来。单盘价格倒也是不算贵，但真的要吃饱，一个人500-600应该也是跑不掉。不过味道是真的不错，如果来成田机场找不到吃的，可以来这间寿司先垫个肚子也不错。那吃饱就要准备搭乘饭店的接驳车了，这边会有专人专车的服务，不过详细的搭乘时间还是要上官网查一下。搭车的月台也就在机场门口，第一、第2航厦都有车班。车程时间约10分钟左右就抵达饭店。这东恒饭店在这里不仅是盖本馆，生意好到直接在旁边也盖起了2馆，变成一间有上百间房的超大型饭店。这边不像一般日本饭店寸土寸金的使用，整个大厅都还有空间摆放名车等等。但美中不足的是，便利商店很小间，买个点心饮料都要排上10分钟的队。那到饭店已经8点多了，也没其他地方可以逛了，就直接进房休息吧。由于楼层很高，所以排到高楼层，真的是要提早下楼，免得电梯大塞车就是了。这饭店还有位于1楼的房间，其实也蛮方便的。虽然整体而言不算大，这也算是标准的商务房间，但这样住一晚含早餐，只要1800元，我觉得很便宜吧。至于浴室就有点偏小了，不过至少是还有浴缸可以泡澡放松一下。如果东恒在其他地区的价格也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推荐来住。起了个大早，准备来吃早餐。昨天太晚没看到窗景，怎么现在一看感觉像是大型国宅的感觉啊？也难怪可以容纳上百间，甚至是几千人的饭店。这早餐自助吧，真的是爆多人，还有好几个用餐区。不过让我疑惑的是，进来吃也没看房卡，完全是开放式的。餐点采中日美式早餐，基本的菜色主要就是玉子烧、咸鱼、香肠鱼肉丸等等，算是还蛮丰富的。也有提供生菜沙拉等绿色食物。当然也免不了有咖喱饭跟味噌汤等等餐点。饮料的部分就一般咖啡跟果汁这样，虽然味道不算精致，
但一定是能吃到饱，让你有充满活力的一天。虽然说是6天5夜，但最后一天碍于航班，也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度过。实在是很怀念在疫情前香草航空的一个班次，早上8点出发前往成田，晚上7点出发回高雄，真的是连一点时间都不会浪费到的完美班次，而且又是联航，价格也不高。只是现在这种班次几乎都看不到了，希望以后这种班次还能出现在高雄小港机场吧。那吃完早餐就准备前往机场了，一样是搭乘接驳车即可。要利用剩余的一点时间来逛免税店。那回程的飞机是选择长荣航空，就不用事先在候机区填饱肚子了，等等上飞机后再来享用飞机餐吧。好 ，OK， 这个就好，谢谢。上飞机后，有小朋友的话会赠送一个小玩具，也能事先登记儿童餐给小朋友吃，对，算是还蛮贴心的服务。好，妈妈，这个可以叫我的吗？这是6天5夜的花费，有点出乎意料的便宜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日币贬值的关系。这样平均下来，一个人全包只要2万出头而已。好，这个虽然我们来回有一趟是坐联航就是了，如果都坐联航，搞不好连2万都不用。那也非常感谢老婆大人跟他朋友的规划，整个行程都是一个接近完美的状态。除了有几天的天气不佳以外，但也十分凑巧的是，刚好都是室内行程，真的是蛮幸运的。依这样的开销，能一次从成田玩到江之岛，体验了5间不同的饭店，真的是非常的特别。我记得之前来日本东京玩4天3夜都是住同一间饭店，多少还是会感觉到腻了。那这边还是再次感谢老婆以及她朋友们的安排规划，让我这6年以来没出国的空缺一次就补满。那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，感觉才坐飞机出去不久而已，一转眼又回到高雄了。那这日本6天5夜的行程也要告一段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